鸣金威武！将军为伍！鸣金威武！鸣金威武！征战20年，奔袭万里。今天我们就要会战敌军的主力了。我要你们和我一起马踏连营，我要你们和我一起血战沙场，让我们子孙永不再受战乱之苦。不破敌军，誓不回转；不破敌军，誓不回转。骑兵出战！好，我们在这儿，在这儿。马拉人在。报！神机营已经展开，弓弩营待命。这样，还有这儿，还有这里，包抄过去。报！好，好。三千营左右两翼，骑兵进出。报！我军出战得手，遏制敌军攻势。长毛兵向前1000步。得令。长毛兵向前1000步。长毛兵向前1000步。你的瓦剌朋友呢？击破鞑靼部，就在此时。是。
先休息吧，风太大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滚！先撤兵吧，风太大了。胡说！你怕死，我上！左翼骑兵回防！报！右翼骑兵回防！什么回防？叫他娘撤退！爷爷，让长毛兵撤回来吧。左右两翼的骑兵都回防了，长毛兵很容易被他们吃掉。撤回来死得更快。你们去监斩两翼骑兵的主将，退后一步者死。是。是。
算，军中金疮药已不足1000份，每天伤亡将士超过700人，军医官也严重不足。后勤辎重被袭，补给送不上来，剩余粮草不足1月之用。军医官，军医官，军医官！ 兄弟，穿双好鞋，好好上路。爷爷，您还没睡啊？啊，去哪儿了？我去看了看受伤的兄弟。啊，吃饭吧，留着饭呢。我先给您卸甲吧。好。今天伤亡多少？都怪那阵妖风。有多少？2万。爷爷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打了一辈子仗，不用你讲。哎。 爷爷，我想替左右2翼的将军求个情。他们不是贪生怕死，实在是天象不利于我军作战。士兵们冲到阵前，都迷了眼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是跟着我从北京出来的老将。告诉他们，打军棍是跑不了的。是。 今年雨水来得早，过几天要再不放晴，申济营就完了。没有申济营，一样打胜仗。爷爷莫说丧气话。好好看看，你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咱们算计人家。 人家也算计咱们，这个草原没露面的霸主，还是有几分手段的。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明军，你赢了吧？没有。 这朱老头可真够固执的。从明天开始，打无两下，反复挑战，从早打到晚，拖住他。申济营一下雨就动不了了，正是消耗他的好时候。喝酒，喝酒！来来来！马赫木，咱们公推你做盟主。 你的心长偏了可不行啊！你说什么？马哈木，听说瓦剌部不动1人1马，难道鞑靼人的命和兀良哈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？瓦剌是把好刀，我不能轻易使用它。 朱老头要把这儿抢走，瓦剌人也会流尽最后一滴血。这个时候说这种话，
动摇我的军心吗？我喝多了，喝酒，来一起喝，这折子哎呀，怪今年雨下得太早，辎重送不上去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等着吧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关外的几个部族联合起来，错过了最佳的决战时间。那边下了1个多月的雨，敌人缠着打，我们撤不下来，伤亡很大。阿鲁台的骑兵袭扰粮道，辎重很难送上去。兵部想商议一个撤兵的方案，请示一下太子。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！哎，你们回避一下。哎，回避一下，回避一下。好。莫先生，太子请脉，结果如何？请详情告知。莫先生，太子请脉，结果如何？请详情告知。太子阳亢阴虚，气血亏欠的厉害，他本就有消渴症。最近日夜颠倒，我一搭手就知道了。你看，就是神仙来了，也很难给他调回来。莫先生，你就是本朝的老神仙，太医院以你为首，太子千万不能倒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国家在战争，600里加急军报，不分昼夜，到了就要看，就要商议。军报不能过夜。太子身体亏欠，我们也知道，但是我们也不敢担延误军机的责任呐。莫先生，我们3人呢是临危受命，这打仗打的是什么？就是打后勤，打补给。皇上不在，储君就是最高的官员，一定不能让太子爷有什么闪失啊！这里面的厉害我也知道。我给太子瞧病也不是1年2年了，他现在已经不是药食能调理的，身体实则油尽灯枯。若是保养精神，还能再延些时日；若还是这般夙夜忧虑，大事就在眼前。哦，莫先生，这份脉案，请给我留下。不可。太医院给皇族近亲开的脉案药方，要第一时间呈给皇上。你们要用，自行抄写便是。我们代呈吧。这那边的雨下的也邪性，既然这么紧急，放在军报里呈给皇上也是一样。这不太好吧？我们3人还负着监国的责任，耽误不了。啊。请，我就一句话，尽一切力量调节太子的身体。可脉案药方，绝对不可以泄露外人。太子妃那里我们转告，这是国家大事，非同寻常啊！吃饭啊！哎，客官，你的菜来了。
哎，为了太子健康，皇上打赢，我们喝一杯。你要是馋酒啊，你自己喝，别找出那么一大堆的借口来。二位，我想惹个大祸，你们要是不愿意扛，我就自己来。这份买案，我先不给皇上记了。我讲两个道理：眼下的战事，不要再给皇上添乱，知道了也无益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汉王和赵王是皇上的左右手，参与军机，递到御前的一切文书，他们都能看到。要是太子身体有变，难保不起觊觎之心。眼下的战事正焦灼着，万一二人分兵回京城争皇位，陷皇上于孤掌难鸣，那可是大厦将倾的局面。究其根本，这小小的一张纸是罪魁祸首。你我三人就是赵氏的根源。你们说，我这番话说的对也不对？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是你自己推断的。要我说，皇上阵前易主可能性会更大，他会立汉王为储君。依皇上好勇斗狠的性子，他不会让汉王、赵王离他而去，更不会把位子立即传给太孙。那岂不是又复制了一遍靖难之役吗？你这是乱政杨士奇。你们觉得汉王要是做了皇上，会怎么样？也算是个英武有为的皇帝吧。不过好大喜功了一点儿。汉王的孩子里，可有一个比得上太孙英武吗？那自然没有。好圣孙这3个字，那是皇上点了头的。我觉得，从公，大明朝再看他50年，非太子太孙不可。这件事情，我跟你走。哎，杨大人，公司，咱们关起门来说话。你我3人都是铁杆的太子党。不管是汉王还是赵王，谁上来当皇帝，大家就都等着流放抄家吧。将来历史上要记我们3个人乱政。事急从权，我不是赵高，皇太孙呢，也不是秦二世。我们都别婆婆妈妈的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留守京城的3营，我把亲近汉王和赵王的部队调出去，和山东的被倭兵换防。被倭军的将军是太子爷一手提上来的。到了用他们的时候了。封锁9城，封锁山海关、晋阳、大同、宣化3城，不得圣旨，匹马不能入关。
坐好了，吃药了啊。吃完了药啊，就躺着，哪儿都别去了。今儿这天没你还塌了。杨士奇他们呢？不是说有紧急军情吗？被我骂走了。让兵部的人在书房伺候吧，我真是走不动了。我看你敢。太医说了，你就得静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儿子在人家手里头，误了事还了得呀！你要是舍得了儿子，我就歇着。太子爷，600里加急军报。陈继营，把大炮推回去，快！我要收好，快！后面的雨更大，快点！我要收好。太子爷，太子，坐，哎，坐。过了8月，草原那边就该冷了。我记得上次中秋节，那边已经下了大雪了。不能让皇上再顶着了。是。可眼下皇上已经分了兵，看来还是要往前打呀。我们都看出来了，也是如此。眼下最好的计划，莫过于分兵后，皇上能率主力缓缓后退，有汉王和赵王3000营，救援也快，战斗力也好，鞑部应该不为己甚。要是再继续前进，后边的事儿可就不好判断了。未必然吧？我爹的脾气，我是知道的。他的性子太坚韧，太要强了。太子爷，军报啊，放着吧。现在想让他退，难呐。这，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啊？我们再增兵。对，再增兵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天气不和，是士气军心不振，不是兵力不够。再上多少兵，也斗不过老天。
靖难那年，皇上带兵打到济南，准备从运河走水路，直扑南京。大军上了船，可谁想到，一连10几日啊，一丝风都没有，船在水上只能靠人划，一天也就走个5、6里。可是皇上呢，谁的劝都不听。他说了，且走且有风，若是不走，一世也无风。你们看看他固执到什么份儿上。京城的军队换防了，谁把山东的被窝兵调过来了？我在等。太子爷，我是怕前线消息泄露，军心不稳呐。山海关、晋阳、大同、北京4地同时换防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不向上报吗？别人会怎么想？要关起门来做皇上？摸摸你们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？赶紧回去，跟家里人告个别吧。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天下不能乱呐！您现在身体欠安，前方战事不明，万一汉王和赵王起了觊觎之心，转眼就是一场大乱。要将来皇上平安返京，我3人自裁谢罪。太子爷，你是主谋。是。难道说，前方的战况就真的糟到这个地步了吗？皇上只进不知退，天公又不作美，我们是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，万一皇上兵败，发生了不可言的大事，汉王、赵王兴兵入关，再来一场靖难，北京城可以朝发夕至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大好的局面又要一团糟啊！太子爷，4地同时换防的消息，有没有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？按照皇上的脾气，非马上回来看个究竟不可。太子爷，我掌管前线军报一事，消息绝无可能传出去。老2经营了那么多年，老3又是搞密报的出身，他们能够没有消息的来源吗？我不信。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再想想
还有什么办法？你才懂个屁呢！一过三峡口，两山之间就成夹道之势，中间的通道仅能容下一骑，大炮跟车辆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鞑靼跟瓦剌在山上布了3万兵力，可以以一敌百，所以这条路根本行不通。小子，你跟谁说话呢？跟谁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就是个屁。只要过了三峡口，就到了老三说的鞑靼大营了。这2座山一定要拿下来。我要绕道走的话，这场仗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。啊，9月份天降大雪，那时候行军可就没那么方便了。爹，我和老三各分兵10万，用骑兵挑衅，诱他主力出来，再用大炮和火铳阻拦他骑兵的速度。这儿口窄不怕，我和老二的左右两翼上了山之后，居高临下的更有优势。你有何高见？你们要自导死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出门打仗，哪个不是自导死地？啊，三叔，之前有人口口声声说这场仗6月份就能打完，现在已经8月份了，整个战争的进程还未过半，这狂话是谁说的？我说的。说呀，继续说呀。我就是想知道，为何我军的推进速度如此之慢？今年降雨早，克鲁伦河发水，我们的骑兵和大炮施展不开。没有大炮，没有火铳，就打不了仗了吗？这是明军的战法，战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再说了，战法应该根据局势而定。我军的骑兵施展不开，他们的骑兵也施展不开，为何吃亏的总是我们？小子，打仗这事儿哪有这么容易的呀？啊，现在就是得苦战，熬下去。这不叫苦战，这叫蠢。呼兰呼什温这一战，我左右两翼大军没有占到一点便宜，鞑靼的3万军队从容撤走，我们不过是占了一座空营。还有，4月12日、4月19日，我大军紧追不舍，在沃南河畔连输2场，两军相持不下，足足4个月，我军一步未进。我后方补给叫阿鲁台搅和的一个乱七八糟，没有补给，我军将士小伤致残，你还不是皇帝呢！现在追究战败的责任，我军没有战败，太狂妄了。这次是我第5次在长城外用兵了。这次难呐，因为关外这些部族知道咱们是要决战，联合起来了。好啊，我还怕东一摊儿西一摊儿，打了就跑，耗时日久。现在我们遇到这点难题，是天气造成的，不是指挥失误。倒是你，在军中散布退兵言论，是何居心？爷爷，叫皇上。这里边哪个是你爷爷？攻三峡口，你当先锋。输了回来，我先斩你。
去吧。领兵。阿鲁台上个月就保证要断了明军的粮道，到今天还没有做到。派人去问问。阿鲁台的大汗派使者来了，说明军的骑兵在到处找他们，他们的人批一个少一个，照这样下去，阿鲁台一部就完了。完了就完了。他们的使者还在吗？在。叶谦，哎，去把他们砍了。是。看什么？诸位喝茶。马哈木，你这个混血的杂种，你怎么可以杀害阿鲁台的使者？是。胆子！你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公主呢！凭什么？这不是黄金家族的时代。这片高原上那么多部落，当年歃血为盟，发誓要守在这儿。如今他们不尽力，我杀了他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若是我不尽力，你们也一样杀了我。我们只推选你指挥打仗，不是让你想杀谁就杀谁。对呀！凭什么杀人？照这样下去，仗还没打完，在这里牧民的尸骨就会堆得像山一样。那你们就去投降吧。你们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要是我没算错的话，攻打三峡口是最艰苦的一仗，明军一定会全力以赴守住三峡口。这场仗我一定要赢。你们不总是说瓦剌不出力吗？三峡口前军的部队全用瓦剌骑兵，你们遏制住中间的道路，主力潜伏在明军左右两翼。只要我耗尽明军的士气，我们一路压上，彻底击溃。他们号称精兵60万，我看也不过30万有余。得失成败，在此一战。爷爷，您去睡会儿吧，老这么熬也不行啊。攻打三峡口，你就不要参加了。我留1万主力给你，万一我们败了呢？你过沃南河，继续往西走。只要一下雪，明军就不追了。给瓦剌保留血脉。爷爷，咱们会输吗？你应该问，会赢吗？想赢，我们死绝了也做不到。他口口声声要50年的和平，我们也想要，可打不疼他，就没法和平。叶谦，不要上战场，给瓦剌保留血脉。听说你跟皇上吵起来了，我觉得你说的对呀，你不能就这么一生气就跑到前锋营去卖命，你得说服皇上让他退兵。三峡口绝对是马哈木为明军选好的战场，我们不能靠武力硬攻，用兵打仗知进也得知退。皇上现在一生气，让人牵着鼻子走。他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也许只有我死在三峡口，他才会知道退兵是最好的选择。闪开！出发！
你不要走，不要走啊！马哈木已经把我们的办法学回来了，他会死守三峡口，拖垮我们。你要说服他，说服他。兵部为大军东移筹备更换师，还提什么更换东移呀？难道这场仗真要打到下雪？他们已经连着上了4份折子，无论如何不能再留中了。我知道，不必看了，真是愁死人呐！东移要是送上去，按照皇上的脾气，就得打到明年夏天。国家的钱支撑不住啊！既然战事不利，那就应该早一点撤退。其实完全可以不用顾及皇上的心情，就直说也无妨。不利？怎么不利呀？你听谁说的？太子爷，我帮您代笔批折子，就光这1个月的时间，从全国各地调过来的风寒散、金疮膏，少说也有好几百车。如果说战事顺利的话，你闭嘴！我是真的身体不好，又不愿意求别人，才让你来代笔的。你记住，这里的事出了这个门，就都要忘记。要是传出去，都会惹祸。记住，知道的不说，不知道的不问。明白。哎，老二、老三家那2个不放过我，专100个点子打听。这要是碰到胡善祥，还能帮我抵挡几句；赶上那位孙小姐，那闷嘴葫芦一个不开枪，横竖都得我自己受着。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可避的？来来来，你坐着，坐着。你说吧，让我帮你什么忙？他们说呀，是要打听前线的状况，还说了，说兵部和内阁都调到太子府去了，这太子府啊成了小朝廷了，这颠三倒四的。我今儿跟他们说规矩，明儿说规矩，那总有说不下去的一天啊。我不是教过你吗？啊，你就跟他们说，要想知道国家的军机大事，直接张嘴要求，不行让他们直接来问我，看他们谁敢接话，反了他们了。他们要是下一次再来，就会敢了。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太子爷您的健康。太医院人多嘴杂，想要保密也很难。这几份折子是兵部每次往关外运粮食辎重部队的将领写的。这一份是吏部提交兵部将领升迁存档，里面开具了3代和现在的职务。我无意间对照了一下，辎重部队的几员主官大将都是汉王的旧部，所以辎重部队的往返和前线的战况，他们应该是知道的。他们还要旁敲侧击，为的就是知道太子爷您的身体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你说的很对，杨士奇就是怕我得病的消息传出去，我一倒下，老二老三的野心就会起来了。现在正是打仗的关口，你们要是传出去一点风声，这国家就乱了。到时候，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们。
我去看一下太子爷您的药。太医说了，要你养神。你万一有个闪失，那国家乱不乱我不管。我和儿子先被你坑了，你为了我们俩，也得听太医的话呀。我要是不为了你和儿子，我何必在这儿拼命呢？儿子在前面拼，我在后边顶着。篱笆扎得紧，野狗才进不来。稍有疏忽，就会大乱。而且，现在国家的精锐全都在关外，要出事，就不是小事。这些国家的机密，你知道了，更会害怕。行了，我心里有数啊，你别问了。太子府那么多文员抄手，你怎么不用啊？你知道哪个是老二的人呐？哦，太孙嫔学我签字学得很像，嘴又紧。毕竟都是一家人嘛。
让先锋部队撤回来吧。这么打下去，会耗死人的。怕死吗？太孙在先锋部队里，只有战死的朱家人没有逃回来的。五军营压上。五军营，重金压上。太孙，太孙，太孙，太孙。 太
让骑兵去后方。崔自重，老大猪脑子，他这时候不往上上。叫3件营明天备战，左右两翼分开，30里外扎营，以免被合围。是。那小子呢？谁呀？太孙。啊，他受了点轻伤，在他自己帐篷。爹，先吃口饭吧。下辈子，我让你亲手杀了我。上哪儿了？啊？有剑，碍事吗？还能握刀。别的地方呢？是他替我挡了一枪，要不然躺在这儿的人就是我。爷爷，算了，回中军大营伺候吧，别在先锋营了。爷爷，下雪了！下雪了！爷爷，不妨事，一直在晕。不妨事。不要对别人讲。知道了。回中军大营。别再说退兵的事了，爷爷不会输的。姐姐，这我可对不住你了，我是无量树。这汉王一打仗啊，是硬桥一马，连汉王妃的手气都这般硬，我今天算是见识了。我是一直想输给姐姐一把，我这不是有事求姐姐吗？就是，再这么赢下去，我们俩今天可就白来了。我们之间还说什么求不求的话呀？这打牌倒打出不是来了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姐姐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太子爷早晚是要登基的，皇上一出征，他就是皇上。往来消息也给我们透露一点。听说太子爷把兵部搬到家里来，内阁大臣也在太子府办公，那这不就是整个朝廷了吗？姐姐，您可真有福气，你也得可怜可怜我们俩，伸着脖子巴巴的看，连个信儿都得不着。太子爷办公的时候，我们谁有胆子问啊？您这么说，
可是难为我们太子妃了。你从来都不问是吗？这是太子府的规矩。太子妃不问，那是因为太子好好在家里待着呢。你不问就不对了。你刚刚嫁给太孙，他在战场上风霜雪雨，是死是活，你都不问，是何居心？哎呀，就别为难这些小辈了。你们说吧，想知道什么？如果想问赵王和汉王的安危呢，那是一定没事儿的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太子哪敢瞒呢？但是想知道军情机密、部队调度，还有后勤供给，那我可真不知道啊。关键是听不懂啊。要不我到前面去把太子爷请过来，给你们俩细细说，但是要保密哦。如果走漏了风声，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那我可担不起。这些军国大事啊，我俩哪敢知道？真要落一身不是啊，可就不合规矩了。谢谢妹妹体谅。还有什么想问的？咱问完了再答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呢，怎么就在这玩起来了？就是姐姐，今天呀，我们就先不打牌了，明天呀再聚。王爷呀，老说我这嘴巴上没有把门的，刚刚可把太孙妃给得罪了。你跟我走，江宁府送来好多花色的料子，你替太子妃和自己多挑一些回去。您是长辈，哪敢说什么得罪的话？太客气了。好了，你们去忙吧，送客。走吧。晚上到府里来。汉王进宫的时候，不是说过，到了要用你的时候，你不许推脱。为辎重调整路线时，报兵部明军辎重。已经让杨浦重新安排辎重队了，路线也都定好了。昨天的折子发出去了吧？发出去了，辎重部队已经出发了。为清剿阿鲁台残部事。现在还说什么清剿啊？山海关的部队不能动。皇上如果有后撤的意思，可以派兵接应。大同、晋阳、宣化、山海关一线，要防止敌军突入中原。就这样回复吧。他算写信回来了。哦，他还长着手啊，还知道写封家书，念。父亲大人台下，儿朱瞻基3拜，并问候母亲安好。你跟他说，他娘天天骂他，出去快1年了，连封信都不写。来，我军征战，此时已入绝地，四野冰雪，路滑难行。敌军虽伤亡甚重，犹自袭扰不休。皇上不听后撤之言，仍寻机决战。眩晕之症日渐严重，颇为忧心。
愿父亲大人多以家国大义晓之，营中诸将相对叹息，束手无策。此事切主切主。而朱瞻基寇上。没了。没了。哼，他还写什么家书啊？干脆上个折子得了。怎么满纸都是这公文的口气啊？这孩子，哎，你再找找，再找找，再找找啊，看看那，再看看，找找，啊，我就说嘛，这孩子不会就写这么点儿的，快念，快念，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别吓唬我呀！我一个朋友死了。什么朋友啊？一个很固执的朋友。你别骗我，是不是军队上的事啊？若为我借着送你家书的机会，跟你写信，你心死了。替我挡了一枪，我救他回来，营中无药，他伤势又重，我把他埋在克鲁伦河旁边的山上。死去的大明将士都在那里，那里勇士很多，他会交到好朋友的。此时他们应该在地府里大吃大喝。这是你的前尘往事，我不能不告诉你，你也不必恨我。这场仗凶险万分，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也许是件好事。将来我们再遇上，必是另外一番面目。书不尽言，愿你一切安好。回不来了。回不来了。回不来了。今儿喊你过来，怎的还跟我推三阻四的，装什么好人家呢？我住在太子府，太子府不是好人家吗？太子身体好不好？很好。太医院有人告诉我，宫里最好的几个医正都搬到内宫里面去住了，以备日夜为太子请脉。他到底病到什么程度，都需要日夜请脉？你实话实说，不是我要知道，是汉王要知道。太子爷的身体不好，这在宫中也不是什么秘密。现在国家在打仗，后方的军需，迁都过来的大小事宜，全国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政务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他不疲惫才怪。一点儿都不信。
要忘了，你是谁的人？太子的身体怎么样？是汉王他要知道呀。哎，先出去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老大他不傻，知道咱们打不了要往回撤，他马上把山海关的兵都换防了。你从哪儿弄的情报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嘿，老三，二哥，何止山海关，宣化、大同、晋阳都换了驻军，未得太子爷手书命令，匹马不得入关。二哥，我说你不如老大明白事儿吧，你还真就不如他。你拿着这些情报想干嘛？他摆明要造反，他敢吗？皇上率领全国的精锐，眨眼的功夫回去就灭了他。他这是在提防你呢，怕你私自带兵挥师入关。监国嘛，帮皇上看家有什么不对？调换个军队算个屁呀！就你有渠道搞到后方的情报，皇上的锦衣卫是吃干饭的。我是吃干饭的。王爷让我问你，你跟他说，你呀得罪我了。皇上快不行了，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二哥，你给我透个底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爹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算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也没能力折腾换太子的事儿了。他把朱瞻基那小子带在身边，明摆着就是跟大家说，要扶太孙上来。我再送你一条情报。太子的身体志在朝夕了。别老派娘们儿去打听，他们能打听出来什么？真心对你好的还是你弟弟。老三，老三，你这回得帮你二哥，给我指条明路。你要是看不上你二哥，你自己上也行。我捧你上来，是为了保咱们自己的命。记住，将来千万别拿兄弟开刀。
太医说啊，太子这份脉案呢，心血枯竭，不能再做一点公务了。我就跟太医说，皇上在打仗，保太子啊，就是保朝廷。太医答应再用点药，给他吊命。我现在就在想，这个詹基是不是应该把他叫回来？我现在没什么主意。要是我能替他死就好。我觉得这个时候，太孙应该回来。太子爷的身体要真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三个怎么向皇上交代，怎么向太孙交代？我也是这么想。可是现在皇上打仗打得那么苦，把詹基叫回来，皇上怎么想啊？其他的人都怎么想啊？哦，太子的命是命，皇上的命就不是命。我也跟太子说了，他也不同意，他要替儿子争面子。太子爷病重，朝野上下还没有人知道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派人送军报去给太孙和皇上那儿呢？他的家书里不是说，希望太子爷能够想办法力荐皇上停战撤军，这不就是一个好理由吗？这样好啊。可是太子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？我做太子爷的继室不久，但是他的秉性，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他向来国事有限，如果他已经不能起床办事，那他一定无论如何都会想着先让皇帝知道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皇上的身体也不好呢？这个时候，太孙就应该尽快回来，皇上真有不测。太孙可以在北京早早继位。这是你能操心的事儿？后宫妇人和内奸不得干政，犯者斩。这是太祖爷刻在铁碑上，立在宫门外的。太子爷一生谨慎，如果让他听见，断不能饶你。我是分析形势，担心太孙，太子妃饶命。全国精锐部队都在关外，这个时候你让詹基回来当皇上，你想再来一次靖难之役吗？这话千万不能再说了。太子爷这辈子谨慎守城，怎么就来了一个胆大妄为、满口胡沁的太孙妃？要让外人听见，我们全家被你害死了！我是情急之下，太子妃恕罪。我也有犯忌讳的话要说，请太子妃诚挚。太孙经常跟我说他心中的忧虑，我猜如果皇上真有不测，那再来一次靖难之役是在所难免的事情。太子爷固然是一辈子谨慎，可是赵王、汉王他们野心勃勃，断不会容得下他。走到今天这个时候，就要提早做准备，请尽快通知太孙回来。太医说呀，身体好着呢，
就是这些日子太累，好好休息，别再办事儿，将养些日子就好了啊。多久？多久啊？好几个月。我是问，我的命还有多久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是怕坚持不到皇上回来了。快，给儿子写信。太孙妃，叶秋，出去吧，把门带上。你不累呀？这一天下来，我的骨头缝都疼。要是再来一次靖难之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又提这事儿？太子爷知道，太子妃知道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偏偏我说一句，就成了天大的罪过。好了。太子爷都病重了，一家人又到这关头，说句重话，你又何必计较呢？是不是？我不计较，正是因为一家人，我才要告诉你。皇上病重是真的，他回不来了。谁告诉你的？现在军队全都掌握在汉王的手里，太孙斗不过他们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就是引颈等死。姐姐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我和太孙的承诺在先，太子爷待我也不跑。我不想逃，我也不会逃。曼音。你还有话没说完。现在两军相持，时间太久了。我们的补给还有多少？不足半月。这些天风雪太大了，2个辎重队上不来，药品和饲料奇缺。他们也奇缺，主要是马哈木这个贼头，学了我大明的兵法，竟然把2大营犄角相对，瓦剌部居中策应。他把地形优势发挥到了极致。他们现在就跟王八一样，躲在壳里不出来。可是下雪养弓实在是太难。可惜炮兵太远，要不然可以用炮击他出来交战。只要他肯出营，我和老二的骑兵再血战一场，就能把他的士气打垮。炮是有轮子的。呵呵呵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刚听说炮是有轮子的。赵王说的未必不是个好主意。爷爷，大炮阵地不可轻动啊！单是安放炮位、挪动炮弹，就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人力。万一根基一动，敌军的骑兵很容易穿插。
那就动，趁着晚上风雪大，红衣大炮向前移动1000步。3000营监视瓦剌大营。爹，这炮重的有上千斤，轻的也有110斤，一夜挪完。现在就挪，马上，有多少人上多少人。要是没有人，我老头子也填上，一点声音不能出，做好伪装。天亮之前，阵地就位，把这个王八壳轰开。是。是。爷爷，咱们回帐篷，这儿不是瓦剌大营，鞑靼人胆子小的像个兔子。兔子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最爱的孙子，今天早上被射死了。你这个混血的杂种不撤兵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啊！孩子们都已经开始杀马了。于谦，收了头，我们走。前移了，统军各部没有命令，不许出战。这个位置不能这么攻破了。你看，是守了这儿的啊！放在这儿，这里看，可是路上区域。这怎么办？不上，到时候这里士兵怎么办？吃什么喝什么？皇上，瓦剌军往山上退，拒不出战。皇上，瓦剌军往山上退，拒不出战。是吗？皇上，瓦剌军往山上退，拒不出战。3000营出动，趁他病要他命。任务军营侧营、神机营和弓弩营居中掩护，斩断他的守卫。是。 3000营出动，5军营侧营、神机营和弓弩营居中掩护。 让汉王的军队击破鞑靼，
红衣大炮阵地再向前1000步。不可！皇上，大炮阵地白天不能轻动，敌所据我皆在此。红衣大炮是我军进退的屏障，一旦轻动，敌人的伏兵即出。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什么伏兵？红衣大炮阵地前进1000步，炮轰敌营。皇上，马哈木熟知我军，一旦发现，那就让他以卵击石。是。让汉王的军队击破鞑靼，红衣大炮军队前进1000步。爷爷，快走吧！不要管我，带着那1万人快逃吧！给瓦剌保留血脉，快走！我不走，就战死的意思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对手太狠毒了，我们的士气被打垮了，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。爷爷，快逃吧！给瓦剌保留血脉！快走！爷爷！把我的马牵来！将军，明军前移，红衣大炮的阵地动了。将军，明军前移，红衣大炮的阵地动了。现在明军大营的阵脚松动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摘下弓箭，跟着我往前冲。要是你冲着冲着，发现回姥姥家了，那他娘的你就死了！冲啊！不好！义军来了！义军来了！不要管那些炮，前面就是驻地的大营，有胆量的过去跟我闯一闯。上！皇上，义军瓦剌兵船撤到我们后方，冲散炮队！